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罗旺哲，马上为各位介绍及加入的节目来宾。第一位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好。前海军舰长吕礼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我们来看到现在中美谈判现在难有进展嘛？那接下来川普要跟全球150个国家要谈，那川普现在嫌进度太慢，他想要怎么做呢？他说因为谈判人手有限现在延你2到3周，单方面向贸易伙伴直接宣布了。不谈了，直接宣布你们新关税应该是多少？那美中贸易难达共识，现在中国大陆的官媒指出说还没到了开香槟的时刻，甚至引述毛泽东的这些话。什么话呢？现在有一个具有外交背景的公众账号叫做朝阳少侠，他在发表一个题目说还没到开香槟庆功的时刻，他引述毛泽东在1940年的说法说，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亡。好，用这样的说法来形容目前的处境，接下来的发展。那另外呢，包括了现在美国关税疯狂度略降，但川普2.0的贸易大战还没结束现在克鲁曼要算给大家看，他怎么算？他说，现在对入货的关税从145%砍到38%的情况之下呢，会萎缩65%左右，就美国的经济会萎缩这么多。那白宫不是来吹嘘要胜利吗？可是你看中国大陆包括人民日报，它是比较低调在庆功当中的。那中美真的谈判，到底从什么时候才会真正开始呢？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呢摆出对美国奉陪到底的决心那作为唯一一个对美国采取报复措施的国家，中国最后承受的关税与全世界大多数的国家和顺从国家英国差不多，这就是颇有不贵而胜的效果了。所以后续的发展大家还持续在关注当中。那川普不断在讲大话，那美国能不能撑得住？他说他撑得住可是美国的企业撑得住吗？现在川普说如果我没有跟中国达成协议他们早就崩溃了。但问题是美国的这些美企他直接哭诉说，中方的审查严格我们已经没有库存这个是美国的音响设备厂商，他说出口审批延迟扰乱我们的生产，可能会导致生产停滞，长期未解决问题，而且引发灾难性的财务影响，包括了收入暴跌，包括什么？包括供应链会中断等等。另一个部分呢，就是这个美国的难民林木，他也讲说，现在很多企业会转嫁成本我们来听听看他怎么说。The American companies are going to do is going to pass on that cost to the consumer. So you tax us 150% to import goods here. Who is going to pay that 150%? I guarantee you it's not going to be the corporation. It's going to be the consumer. Everything was increasing around me, and there's a temptation for the business owner to pass on that cost to their customers.这些成本最后通通都转移到消费者身上，所以你看美国的这些商人，其实他们想得非常的清楚那现在呢，美国最后的3A 顶评的信评现在遭到穆迪摘除，像白宫怒批根本是荒谬，因为白宫痛批穆迪的决策是政策操作。那由于穆迪先前是用最后一个给予美国3A 平等的机构，那此宣布形同让美国完全失去3A 的宝座。那现在中国持续的这个减持189亿美元，现在英国成为美国的国债第2大持有国了。截至3月底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已经较上个月减少了大约189亿美元了，减少大概到现在已经7000多亿美元了。那现在呢，英国持续在增加美债之后呢，现在已经成为超越中国，成为第2大持有国，总量已经达到了7793亿美元了。那现在呢，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大战最后决胜负的关键，大家关注的点是什么？在晶片上面，因为晶片关税好像没有降这么多美中瑞士谈判的结果现在暗藏细节半导体关税还是达到70%BBC 指出美国对中国大陆的实际关税并没有像新闻标题的30%这么低。美国对中国实质晶片的税率来到了70%最吓人，而且半导体领域高达70%，并且可能成为双方未来博弈的焦点。那美国晶片的禁令在压力下，是不是辉达像延拟在上海设立中心，而且要布局中国，包括了上海的闵行区跟徐汇区。那另一个部分呢，现在中国也要自己崛起他们要什么？小米要自己研发手机晶片玄界01将亮相。那雷军也很有感慨这10年的造新路
好，我们知道小米呢自主研发的手机的这个晶片玄界01将在5月下旬发布。那中国大陆的媒体就说，这个标志了小米要重返手机晶片的设计领域。那雷军当然很有感慨，他说：“哎呀，这个从2014年9月时间过得好快，转眼10年过去了，10年饮冰啊，好难凉热血。”好，那现在呢，包括了接受中国大陆资金的支援呢，这个京东方正由显示器跨入到半导体的成熟制程，所以你看得出来，种种脉络看下来，中国大陆其实也不断的想要加强他们自己在晶片、半导体上面的一些制程，来抵抗美国的晶片输出。我们先请教彬哥怎么看呢？其实美国应该会加快它在这个关税方面的一个谈判的这样的一个进程，因为他自己也知道这个事情拖得越久，其实对他自己的经济是越不利。是，所以在这种状况下，美国接下来可能会快速行动。但是问题是，如果有美方单方面决定这些税则，那这些国家愿意接受吗？会不会采取一些反制的行动？所以这恐怕也都是一些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到现在还没有定案。那实际上，川普自己心里头，虽然他讲话讲得很大声，哇，我们多厉害多强，但我相信他心里头一定非常清楚，他继续这样恶搞下去的结果，就是全世界的经济当然会受到影响，但是美国自己内部的经济状况会更糟糕。是，所以我觉得他自己就加紧速度吧。那至于说中美之间是不是已经定案了，我个人也认为还没有。其实大陆的回应也非常明显啊。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完。所以大陆的态度还是一样的，也就是我知道你还想斗，我们就继续来斗，那看斗到你受不了为止。所以我觉得中美之间还有得扯，绝对不是这90天就结束了。我觉得未来还会拉扯一段时间哦。那可是我觉得川普到现在还在讲这个大话，说我们没有跟中国达成协议，他们早就崩溃。对，讲大话。那你为什么不让他崩溃呢？对，崩溃一次看看嘛。对啊，你没有你就让中国大陆崩溃嘛，这样你就打倒你最强的对手啦，那你就赢麻啦，不是吗？那你为什么不这样做？川普有这么好心吗？他最近讲得非常好心他说我们根本就不想要去压迫中国，我们也不想让中国经济不好，我们大家都是伙伴可以共同成长啊。反正这个家伙就是个商人嘛。反正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每天就鬼扯一通，所以他讲什么根本不是很重要。那但是我必须讲，这一次大家得到了最终的结论，就是中美至少目前没有办法脱钩。那没有办法脱钩的结果，就是大家必须要持续尝试，然后持续的降低自己的损失，要重建自己的企业。可以，中国大陆早就在做这个行动，是他在不断的调整它的产业，让它能够应付更多类似的冲击。可是美国有办法调整吗？重点就在这个地方。美国其实从川普1.0经过拜登到现在川普2.0，美国有调整吗？你看美国的产业结构发生什么变化？完全没有，没什么变嘛。对啊，所以美国是说的比做的多，大陆是做的比说的多。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要持续做这种长久的抗战，你确定美国是会赢的那一方吗？那至于说半导体，你说现在美国对中国大陆真的这一些相关的税则很高。我觉得到最后你要征到70%的税，其实意思就叫中国大陆不要卖给你嘛。对，其实不就这个意思吗？那对中国大陆来说，他也应该存了这个打算。而且中国大陆现在全力在攻克的是什么？是先进制程的晶片。是。那这一个关如果让中国大陆过，那我必须讲，那中国大陆就海阔天空。你美国以后大概什么东西都克制它不住。美国正在促成这一条道路，不知道美国人自己想清楚没有？是。好，请教杨老师怎么看呢？从现在开始，90天之内，中美双方要进行谈判。在这个90天之内，目前从中国大陆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大概落在关税从30%到50%不等，平均42%。这怎么算呢？因为川普上来之前，其实有60%中国大陆输往美国的商品，大概就是20.8%。然后呢，现在又加了一个就是基准关税10%。以及20%的芬太尼，所以大概平均42%。那接下来谈判有6大的项目哈，前面2个有可能谈成。第一个呢，就是那个24%，不是说90天要谈判吗？这个应该会降，因为现在已经大概是平均42%，如果再加个24%，那不得了。川普之所以愿意会退，他不是真的要是成就中国，他是要自救啊。
因为它的高关税会造成美国经济混乱哦，然后美债没有人买，然后稀土被管制，所以呢，它的基本盘可能会垮掉，所以它要退，是因为它为了自救。所以如果你从现在42%再加24%，那基本上就没有办法自救。所以24%我觉得有可能谈得成功。第二个呢，谈得成功的就是中国大陆的市场的开放，这个有可能谈得成功部分的项目，因为它本来就有一个进度要做对全球的开放。接下来4个都不太容易谈。第一个，芬太尼为什么不太容易谈？因为这是美国的问题啊，就是因为它是美国的问题，所以它变成政治化，它要甩锅。他甩锅给说这个问题造成的是中国、加拿大、墨西哥，因为他如果内部没解决，法规不强化，你毒品的问题没解决，你当然要找一个甩锅的对象，这个政治问题会卡在那边。第二个稀土大陆会把它当作筹码，我为什么要全部都让给你？接下来第3个，也就是所谓的叫做半导体跟这个 AI 晶片，这个很大的问题。所以中国大陆会把稀土跟美国的半导体来去做一个连结，因为它可能在同一个框架有关于科技战。美国的半导体怎么去收呢？它在你的进口，比如说一个这个，比如说电冰箱，那里面有多少个中国用的晶片，你要去抽多少的税，这怎么去计算得出来？然后呢，有一些如果是台湾做的就可以多少税，有一些如果是美国做的就可以免税，这个是很难做到的一个计算哈。那最后一个叫232关税，这个是第232条，也就是所谓的这个关键产业，那就是钢、铝、药品。那这个呢，其实是美国面对全世界的采取的关税。另外还有一个汽车啦，不过汽车跟中美之间关系不大，因为美国把所有中国汽车都禁止进口，所以这个232关税呢，可能在德国、在日本、在韩国这些钢铝，那但是跟中国大陆也有很大的关联，所以我是觉得接下来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中间还有卡一个60天，什么60天？因为就是其他国家现在不到60天了。对，那川普就说了，那我就一体公布。我这就要问了，那我们台湾你觉得会在哪里？是一个一体公布的，还是一个更好的？我很大的怀疑。穆迪啦，他把美国的就是主权这个信用平等降级，从这个 AAA 降到 AA1。AAA 本来有12个国家，加拿大，然后呢，澳洲、纽西兰这些国家都是，可是呢，美国本来是其中之一，那变成 AA1，这什么意思？你知道吗？第一个，美元资产褪色，所以就美债，还有呢美元，大家对于它的信心就开始不够。那现在10年期的美债，就在几个小时之前，已经这个殖利率升到4.49%，所以美元资产就信心不够。美国的美元霸权就是建立在对于整个美国经济美元资产的信心。那你现在平等下降，为什么下降？它就是因为你的外债、你的美债太高，而你负担的利息太高。你要知道，美国现在每年负担的利息如果持续下去的话，到了2035年，每年的利息超过1兆美元。1兆美元现在比它所有的国防预算，每年国防预算还要高哦。所以这个变成它将来非常庞大，而我们看不到。穆迪说，看不到任何美国政府采取动作要去说这个精简预算，然后呢缩减就是美债，所以最大的影响接下来会什么？所谓的美国例外论，就美国这个国家不一样了，它特别的强，现在这个信心丧失了，美国不再是这么例外，不是再这么的卓越，可能接下来的整个美元霸权都会受到挑战。是，好，请教舰长怎么看呢？有关于关税，当然是转嫁啦。那谁开公司是来专门赔钱的？当然是没有。杀头的生意有人做，赔钱的生意没有人赚啊。所以我们这样讲啊，现在呢，无论是在川普他的压力之下，例如说像 Amazon 原来也要把这个关税附加费直接列在你的账单上面，但是川普有意见，所以现在不列，但是不列并不代表不涨价啊。现在看看所有的美国的这一些商品是不是都是在涨价中？其实最重要的原因就来自于关税。现在大家讲了，
中国大陆获得非常多的订单，然后也迅速的将这一些商品准备送到美国，难道就不涨吗？一样涨，为什么？因为这是一种预期心理，也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说，有关于未来，那如果没有谈出来的时候，那是不是大家又要勒紧裤带？所以，与其未来勒紧裤带，不如现在赚更多的厂商剩余啊。那另外呢，我们讲到说，如果按照经济学家克鲁曼的计算，他说现在的关税其实整体的关税高达17.8%，那这个17.8%的关税，大家觉得哎呦，跟当初100多来比少多了。但是他如果说我们把它放到1930年，也就是造成经济大恐慌的这个斯穆特获利税那个关税法来看的话，其实他们就在伯仲之间，那个税率也差不多。意思是什么？当时的这个我们刚刚讲到的斯穆特获利这个关税法，它就造成了经济大恐慌。现在不会吗？当然会啊。但是川普遇到最大的问题，也就是他当初最想要迎战的对象，也就是中国大陆。没想到中国大陆不跪也不退。反正就是这样，除非你愿意来谈。那大家在互惠的立场之下，求取一个平衡的一个方案。那也就是因为如此啊，那所以呢，大家现在我们讲到说整个的一个关税的这个讨论呢，其实大家都是在一个谈判的过程。谈判的过程其实有一种结构叫做成员结构。成员结构除了竞争者之外，还有第三者啊。中美双方是竞争者，那第三者是谁？第三者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说，可能接下来要讨论的印度、日本、南韩还有欧盟。大家不要忘了欧盟啊。那个我们川普呢，他说欧盟比中国更恶劣，意思是什么？因为欧盟在这段期间里头，对于这个关税的问题，其实讨论的非常少，而且准备要对于美国提出相对应的950亿欧元的一个关税。那这也就是川普觉得，我好不容易才跟中国可以坐下来谈，我现在要对付你一个欧盟，你欧盟的安全不是我负责的吗？我帮你负责了，结果你还要对我科以关税。所以我们这样讲，川普本身他就是典型的一个霸凌的一个故事啊，也就是谁只要敢跟他杠上，那他就会退却。那刚刚杨老师问了一个问题啊，那台湾呢？台湾我们是第一个跪的，你觉得我们会相对来讲对我们会有低关税吗？想都别想。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继续讨论。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是罗旺哲。再看到印巴现在冲突情况到底，控制水就抓到筹码了吗？因为现在传出说，印巴水战升温，现在印度啊引领要扩建运河节水报复，那双方呢停火延长到18号。我们现在来看这张地图啊，现在打算说，印度要在这块上面的上游来做个节水来报复，让下游的巴基斯坦享受不到这个水无法获得水资源。那现在呢，包括很多印度都在吹啊，说哎呀，现在我们这个诛杀行动展现了对总理坚定的政治意向，还有精确的情报收集甚至说这个诛杀行动呢展现了非常高的政治意愿甚至还无与伦比的打击能力，不断的吹嘘。那甚至印度的报纸也讲，他说哎呀，这个诛杀行动是莫迪最辉煌人生的高光，最辉煌的时刻接下来我们都赢得和平。那必须要大声而且明确的讲说，这个是印度总理莫迪最辉煌的时刻，因为当他完全掌控正在展开的战场时，他表现得非常出色。这整篇报道讲得非常好，非常的这个吹嘘非常大，说我们被困在不正常的邻居手里啊，他执意要在我们的后院挑起冲突，这显然不是受到赞助的煽动，是邪恶的中国人鉴于巴基斯坦拙劣的宣传跟业余的
虚假讯息。印度呢，在面临挑衅极端挑衅的情况之下呢，保持冷静，没有抢先行动，是值得称赞的。通篇报道刚刚看起来非常大的吹嘘甚至现在包括连印度的前海军中将都吹嘘了。他吹嘘什么？他说：“哎呀，巴基斯坦的这个导弹巴基斯坦向中国哀求一些相关的一些作为。”我们来听听看他怎么讲。So most of the Pakistani weapon systems and ammunition are imported. Ours is almost all of it is Indian. It is manufactured here. We didn't have any shortage. Pakistan had a shortage. Went crying to Turkey. They sent one aircraft load of components for their drones. It went crying to China, who sent the PL-15 missiles. But regrettably, our technology has been way ahead and it has taken down all those things. 这个海军对这个空军掌握的非常有信心那甚至呢，印度的主持人贾康姐，她也有话说，我们来听听看她怎么讲。Pakistan, a country that is broke, surviving on loans and bailouts, while the rest of the country is cash-strapped. The Pakistani military keeps cutting new checks. Pakistan wants to replace them with new Chinese jets. The J-35 looks a lot like the American F-35 jet. China has been talking up its stealth capabilities. That is why Pakistan wants it. If this deal goes through, Pakistan will be China's first customer for this jet. Who will pay the bill? How will Pakistan buy these jets? Will Beijing finance it? Will Islamabad take another loan from China? 贾康姐讲的真的是话中有话，也是非常酸的。因为巴基斯坦要买歼35，他说巴基斯坦将会成为中国的小白鼠。那现在呢，印度的标风被击落之后，还被嘲笑。那不爽莫迪向西方靠拢。现在俄媒说，不然你买苏57好了。现在印度的这些军事专家认为俄媒全盘照搬了巴基斯坦跟西方的叙事，否定了印度空军惨败于巴基斯坦，甚至对于印度朋友落井下石，声称对这个印巴空战的结果表明，标风被中国的制造的歼10 C1战机玩虐，现在有点面子挂不住了那现在呢，是不是干脆推荐你来买苏57好了？那现在呢，中美的6代战机现在美国专家要打脸川普了。我们现在看到歼50小半径的回旋的影片释出了。现在美国警告具有多项的打击潜能这个是印巴57空战之后呢，美国媒体在国家利益也罕见认证了歼10 C 的战果，而且并且由中国第6代的战机歼50具备多功能的这个任务打击潜能。那结果呢，报道才公布不久，大陆网站呢现在也随即公布歼50的这个进行的小半径的回旋影片还有最新的打开的燃气的试飞影片，通通现在曝光起来。那美国当然也不甘示弱，美国说：“哎呀，那个歼50我们也有我们有什么 F-47，现在数据也公布了，最晚一样的2090年服役现在预计要采购到185架左右。那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呢？五角大厦保持沉默，甚至还有航空专家对川普的战机评论感到困惑。这个是前美国空军的这个部长他直接说，他不知道川普在讨论什么 F-22超级是在指什么，甚至呢很有可能指 F-47的第6代战机。但是川普在讨论 F-55时，他讲什么不清楚甚至呢。据他所知这个飞机并不存在，所以是不是打脸川普一巴掌呢？那现在还有航空专家也提出说，川普提出了 F-55的建议，可能是在戏谑公众那被问到说是不是可能符合川普所指的这个 F-55东西时，他说，除了这几十年的一些模型套件之外呢，其实都没有其他的相关的一些作为。好，我们先请教彬哥，彬哥怎么看现在印巴的冲突要节水资源来作为战略考量？我觉得。印度如果从这个方向去考量的话，那只会让兵连祸结，因为你去劫人家的水源，那你就是直接危及巴基斯坦人民的生存。是，那你觉得巴基斯坦不会跟你打起来吗？所以我觉得这个做法本身是非常糟糕。印度不要忘记了，中国大陆在上游建水坝的时候，你们不是一个个都在哀哀叫，都说你这样子会掠夺水资源这样会掐住我们的喉咙这样不行一直要中国大陆不要建，那现在你自己也要这样做，那以后你去这个扼住巴基斯坦的咽喉的时候，你不怕中国大陆直接把你掐死吗？是，对不对？所以我真的觉得不要去玩这种东西，而且在这么敏感的时期，然后你故意去做这样的宣示，其实老实讲，我知道印度就是只是想要扳回一点面子而已可是你再怎么样自我吹嘘，
你没有办法改变国际社会看到的现实嘛？是，现实就摆在那里嘛。你说这是目的的高光时刻好吗？那就高光嘛，那又如何呢？举国欢腾嘛。现在他们还连续10天要到那个下乡开讲，告诉大家他们的胜利的成果。是，还下乡开讲，你开心就好，对啊。因为我也知道，我们台湾人也很习惯，因为我们台湾民进党也是这样干的，大家都差不多。那可是问题是，你还是没有办法去说服国际社会嘛。这个就是摆在眼前的状况啊。然后刚刚那位印度的将领讲说，我们印度都有，你们印度的飞机也大部分都跟人家买的、啊，你怀疑吗？对，你们的很多技术也是跟人家要来的、啊，你的标风难道是你自己生产的吗？所以我觉得也不用去扯这些东西。你们最能打的光辉号，你们自己生产国产之光，怎么不派上去秀一下？对啊，光辉号弄上去试试看，秀一下嘛。你们的阿琼坦克也弄上去试试看、啊。对，我觉得自我吹嘘，当然啦，印度民众不清楚的可能会买单啊，可是讲这些东西真的没有用。然后这个甲亢解，对，巴基斯坦是蛮穷的。你印度不穷吗？印度很有钱吗？两个比穷的。对啊，所以我觉得你们也是一直不断的在对外采购武器啊，你的情况也没有比巴基斯坦好到哪里去啊，所以我觉得去吹嘘这些东西都没有意义啦。那导致中国大陆现在在军武研发的脚步真的是快到有点吓人。是，其实全世界都没有预料到它的第6代战机这么快就已经在试飞了，真的是让大家非常惊讶。那川普当然也想赶快挽回面子。所以他最近一直在讲，我们有更好的，我们有更多的，对，什么 F55啊，甚至还有超级 F22，对，全部都出来了。问题是到底有这个东西没有？然后他们现在说预计2029年就要量产，对，就要成军了，真的吗？有这么快吗？你确定？然后如果产量还是这么少架，计划采购185架以上，假设就这样的话，这个产量185架其实比 F22还低耶。F22就是因为产量太低，所以单价奇高，贵到美国没有办法再生产，因为划不来。那接下来你又是一个大钱坑吗？所以我真的觉得，川普军事这东西，我知道川普喜欢吹牛，可是你其实是个外行人。我觉得很多东西不要乱讲，因为讲出来都很容易成为笑话。是，好，我们请教舰长怎么看呢？我们看到啊，现在讲 F55说就在 F35的那个架构之下再装一具发动机啊，这种说法嘞，其实跟我们台湾很多人的说法都一样，也就是大家觉得沱江不错啊，沱江从700吨直接放大到2500吨，就变成轻型的巡防舰了。这通通都是军盲的说法，你不知道，你重新打造一艘军舰，重新打造一架飞机，它的稳定中心、它的浮力中心全部都改变了吗？那你就是重新设计啊！你不要说在谁的架构之下，你就是重新设计。那有关于现在美国海军下一代的这个战机，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他们觉得已经是处于劣势了，也就是实际上来讲，现在呢，他们认为他们的航空母舰其实用的顺风顺水的，但是舰载机好像马上就要输给中国大陆了。那他们说呢，其实这一个众议员这个众议员其实他是拨款委员会的，也就是他对于未来这一个军事预算的部分其实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现在他们讲说，其实这一个海军的这一个6代机，其实它的决定已经在部长级以上的层面，那就是还没通过也就是你还不知道在哪里那至于说他现在有提到2款的这个无人机，也就YFQ-42跟 YFQ-44的部分那有个 Y 就代表它还没有成军，它其实只是一个协同作战飞机的一个计划那它只是开始命名而已。但是如果对比他们所假设的一个假想敌，也就是中国大陆的话，攻击2、攻击11，我们在什么时候看到的？是不是在2019年中国大陆国庆的时候看到了？那今年有人问我，那今年如果中国大陆举办这个抗日战争80周年的阅兵的话，
大家最吸睛的那个装备是什么？不用问啊，绝对就是6代机，而且它在1月2号的时候已经飞过一趟，也就是阅兵编队，就是我们看到在最前面的是歼36，后面有4架歼20，这个不是一个半飞编队哦，这个就是校阅编队。所以我们这样讲哦，对于这个美国啊，他很会做 PPT 啊，很会做简报啊。刚刚主持人讲，川普讲的这些全部都是 PPT。当初6代机不是也是 PPT 吗？讲了一大堆，就说要更逆中啊，它的航程要更远啊，它的筹载也更大。可是重要的是你做不出来啊。那现在大家有没有闻到一种味道？也就是美国真正的开始跟中国大陆进行了那个军备竞赛，这个也就是在去年12月26号看到6代机的时候，其实国家利益这一个网络媒体他就直接说了，陷入恐慌。什么样的恐慌？也就是进行这一个我们讲的军备竞赛，美国就是透过军备竞赛，也就是所谓的新战计划，把俄罗斯搞垮，当时的苏联搞垮了。现在中国大陆没有要跟你军备竞赛啊，是你自己想要急起直追，但是对不起，完了，你只看得到车尾灯而已。好，我们请教杨老师。我去过印度4次哈，4次。如果不是你真的非常喜欢印度它的文化或者是一些这个历史的遗迹的话哈，其实你去印度一定要准备好啊，一定要有心理准备。是，我就只能讲到这边了。那印度，我觉得莫迪上台之后影响很大。2014年之后，他第一点，他要把印度教国族化。他这个印度这个国家14亿快15亿人口里面，大部分是信仰印度教，但是有15%超过2亿的穆斯林人口。是，他在全世界大概是排名在印尼、巴基斯坦之后。所以他虽然看起来是印度教，但它里面有超过2亿的穆斯林。可是莫迪要想把整个印度教变成印度的国族，这个国教，这个造成严重的问题。他从省长到他的总理到现在为止，他其实对穆斯林的待遇非常差，甚至到违反人权的地步。第二点，他一直把他自己当作全球南方可以跟西方去叫板的这种大哥。因此他对于中国大陆的崛起发展看得非常眼红，是他不能接受。第三点，也在美中对抗的架构之下，他被美国西方就扶植变成一个反中抗中的这个代表。所以呢，在南亚大陆，他觉得自己是绝对的独霸，又控制了印度洋，所以他就会跟周遭的国家永远是处于一个上下关系，要去控制。那因此跟巴基斯坦一直在冲突，双方发展核子武器，想要去掌控克什米尔，想要去控制自己内部的穆斯林和锡克教，可他做不好。他虽然提出来了 Made in India 印度制造，2014年他上台就提出来了，他说2025年要把印度的制造业达成印度的整个 GDP 的25%。现在2025年了，多少？14%。这10年来没有变化。它大部分80%的人口还是农业人口，教育非常的差异不普及，精英的人上的是英国式的教育，那非常重视数学，他的精英在全球都表现很好，这大家都看得到。对，可是大部分的差异非常大，基础设施落后的难以想象，没有什么真正就是有意义的，就是这种高速公路。这几年开始有在发展，铁路是很密补，但是呢，各位看过很多有关于它的铁道的这个设施，然后种姓制度社会还是非常的传统，那加上就是能源的问题，你到印度去，就算是孟买或者是德里，你总是会碰到下午会碰到停电的可能性，所以我是觉得因此印度要整个去挑战了，它这种好大喜功、自我标榜的情况。没有想到被巴基斯坦的一个空战被歼10C给戳破，现在
全国患有一种就是不知道如何去反应，只好不断的把这个气球越吹越大，越吹越大，总有一天被他自己吹破了。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继续讨论。全球都在看川普的脸色，而川普呢，在接受他中东访问完嘛，在接受福斯电视台的访问的时候，他这段话非常有意思。大家问他说，现在这一次对于中国达成协议，是不是这个结论他很满意呢？认为啊，他说是降温的举动，不仅对中国的经济有善意的表现，更避免了一场可能的经济危机。他说是这样说的哦，因为要不是我要是没跟中国达成协议的话，他们早就崩溃了。记者就问：是他们，不是我们吗？他说不是，是他们。这段对话真的太有意思了，因为川普认为大家都一致认为是川普软了吗？跪了吗？但他现在喊话说没有，我为了他们不崩溃，所以做了这个决定。川普在喊话，他愿意访问中国大陆去会见习近平哦。这个也是同一个访问，问他有没有兴趣准备要去出访中国，他说当然会，因为中美关系很重要。美中关系现在在看起来有一点点缓和的情况之下。90天的缓和的贸易谈判还要谈细节，所以大陆的官媒都说，现在呢还没有到要开香槟庆功的时候，的确还要很谨慎，因为川普呢到底会初一15不一样，还是今天早上晚上不一样？不知道。新的博弈才刚刚开始哦，因为呢，根据对于美国的了解，一旦形势不利，随时会翻脸毁约。所以文章里这个是朝阳少侠这个发文为名的发文，还特别引述了中共前领导人毛泽东说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看起来还有一番厮杀，但是呢，到底降多少的税率呢？其实在中国大陆方面的评估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因为 BBC 报道的，美国对于中国的实际关税以半导体科征的这个50%开始关税的哦，再加上芬太尼的关税哦20%哦，所以目前美国对中国大陆的半导体关税是70%这么高，看起来还有的谈，还不是10跟30而已。所以大陆用什么武器拿捏在手上可以对抗美国呢？站得这么挺，一定有些原因的啦。美债绝对是关键，美国呢很在乎，万一6月美债倒台了，对于整个国家都要停摆，所以中国大陆的减持美国国债当然很关注。美国财政部数据公布出来，发现中国大陆在3月直接减持了美债有189亿美元，大概降到了7654亿美元的这样的水准。那么英国呢，反而往上升了，变成是第2名持债的第2多的国家。那中国大陆的出脱还算是小规模，如果再出脱下去呢，美债的问题敲响警钟。最后一个 AAA 评级啊，被穆迪这个评级机构给宣布，经济学家们认为美国的这个信用国际信评不好。说真的，川普的信用能多好呢？所以从最高级别的 AAA 下调到 AA1啊，当然这个让川普很生气，白宫还反击痛批这个穆迪经济学家们都是没有人相信的啦，没有人认真看待分析的啦。但问题是这样吗？中美在韩国要继续谈判，谈什么？稀土啊，暂停多家美企稀土投资的禁令，那个因为稀土也拿捏了美国非常关键所需要的资源，那么恢复28家实体出口稀土的时候，也暂停17家美国企业的贸易投资禁令的时候，也是90天。这对于美国来讲，当然是缓了一口气啊。关税战暂缓，是不是稀土这个关键？路透社的分析是，中方问，有没有可能计划解除调整稀土整体的出口管制？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你问的具体问题，建议向中方的主管部门询问，显然打太极，因为没有要直接回答这些问题，还有的谈啦。”以美军的副参谋长他的说过的话来解读这个问题，他说：“稀土几乎应用在我们的所有武器系统里头。”他怎么说的？听听他的谈话。An article the other day that went down on a bar graph of all the rare earth metals, and it's 100%, 90%, 89% supplied by the Chinese, latest last week. But in just about every weapon system we have, those rare earths are required for magnets, for sensors, for other pieces of kit that make it work. And if we're beholden to someone, especially the PRC, that is not a good strategic position to be in.
讲得很直白，还有什么战略地位？我所有的武器上面用的都是中国大陆的稀土，怎么办？那么包括95%美国人靠的还有什么？超市 Walmart 啊，平民超市不敌关税宣布涨价了，直接因为关税挤压的利润调涨商品价格，货架上现在还可以抢货抢订，但价格已经必须要调涨。美国有个老板啊抱怨美国关税太高了，所以呢要把气炸锅卖成冰箱的价格才行。听听他怎么说。Would you have normally paid? Couple $100. A couple hundred? People need to understand that when you have a very low margin business, it makes it almost impossible to do business. I'll be selling an air fryer the cost of a refrigerator. 把气炸锅卖成冰箱啊，这样才能赚钱啊！那消费者怎么办啊？想想我们气炸锅每个都像冰箱一样，价格还要活嘛？将军在这一波的中美谈判最新的结论里头，还在继续进一步的这个沟通嘛？川普讲这个话，哎呀，要不是他们这样让我同意他们关税降的话，中国早就崩溃了。对，中国崩溃了，美国也死了。就是讲这个话，他自己面临4个难关，他都过不去，他还讲这个虚张声势的话。我们套句中国的俗语啊，鸭子死了嘴巴硬。除了嘴巴强还有什么？第一个，美国现在不是要宣称要做6代机吗？要把 F-35B 升级吗？又要做美国的47。哎，你要做这么多飞机，稀土在哪里？我只问这一句好了。我不管你科技也好，你军工复合体的技术也好，好那个都过关的话，你没稀土你怎么做？而且正是美国各种武器都需要淘汰、要替换、要更新的时候，稀土这一关就卡得它很难过啊。那你的支票就不要兑现，什么川普F-47你门儿都没有。第二个。现在虽然是开了一条门，让这个货可以赶快出去救美国的超市，但是时间已经晚了，起码美国还要面临3到4个月货架上东西不充足，马上要过万圣节、圣诞节这些节庆都很难过。第4个，美债，中国为什么还留了7000多美债？它等机会出下一波，因为美债要到6、7月的时候，美国的形势很严峻了，所以你看，川普为什么急急忙忙跑到中东去见沙烏地、阿联酋，就在找金主啊，拜托啊，买我武器那是小 case 啊，买我的美债啊，要不然的话，前面我讲的这3关他难过，美债那一关更难过。他为什么不去拜访孟加拉，不拜访印度？没有钱可赚了，只有中东这3个肥羊手里有的是钱了，所以川普又框出一个假的议题，我要把你发展成全世界 AI 最顶端的这个新矽谷，新矽谷是，所以他不只是做生意用骗的，那简直是诈。所以这个问题啊，这样斗下去啊，真的，中国大陆会有点损失啊，但是你美国损失更大，搞不好你的政权都不稳。现在很多国家一看中国硬杠到底是有点用处啊，所以石破茂也很硬了，欧盟也很硬了，所以美国又祭出一个恐吓：你欧盟再硬的话，我把欧盟北约的军队撤回来，我看你怎么去面对俄罗斯。现在就变成互相在那里恐吓、勒索、欺诈。现在这国际现实变得真的是很 low 的那个 class， 你以前都唱高大上的目标嘛，人权了、民主了、自由了、环保了、气候了，现在没人谈了。现在谈的就是尔虞我诈的商业行为嘛。川普上台表演的最淋漓透支嘛，是一个典型的商人，典型的 bluff， 就是那个唬人。所以我讲嘛，你今天第一仗看起来中国是有点赢了，至少我不会对你下跪，但是关键的是第2仗，因为美国的晶片还是charge你70%，中国大陆虽然华为有所突破，但等你量产时间还有很长一段时间，所以这一关看看能不能降低。当然，现在大家都在看芬太尼的事情是加了20%，如果中国大陆能管制芬太尼的出口，能不能取掉这20%？但晶片还有50%，
所以这个问题还是很严重。所以晶片的需求，各位很难想象，有的需要几十片，有的需要几百片，有的人要几千片，甚至于上万片。所以这个晶片的交易量很大。你看了那些玉米啊、大豆啊，看起来吨位数很高，但是价值比不过晶片。所以这个东西美国还是稍占一点优势。所以如何但是真的在大国博弈来讲，中国有几个收获。第一个，南美洲它现在在拉拢，对不对？中南半岛已经是中国大陆的，非洲也差不多是中国大陆的市场，中东、东亚也是。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大国博弈做生意来讲，市场越大越好。所以这个博弈还有时间在看，看这第二阶段谈判是关键。是，翁吕教授已经抵达我们现场了，所以看到川普每天都在玩牌，他玩的牌叫做吹牛。每天吹不同的牛，那现在他就说到了中东去，除了要拉拢中东之外，也要说其他国家好像要跟我们分开吗？没有办法啊，分不开的大家都必须回到美国的身边。但以光这一阶段中美谈判的互相的让步所显示的讯息是，大家还会跟美国站队吗？大家会不会跟美国站队哦？其实现在川普真的是在表演，真的是在玩吹牛，但是他也确定中美之间确实是需要谈的，所以他现在就吃定了北京。基本上虽然看着他在表演，不管他讲的是强硬的还是稍微示弱，北京大概跟川普的第二次交手，这次他的第二次任期了，所以其实他大概也知道北京对于他的招数是有一些认识的。从他这一次跟北京的互动看得出来，中国大陆现在对于川普的一些策略呢，基本上都采取的是以拖待变，或者是静观其变，让你继续去表演。那但是在实际上面，我们面子不一定要跟你在表面上在玩表演阵势，可是在里子上，刚刚将军也提到了，其实你看里子的话，事实上中国大陆并没有做出任何的让步，而且甚至没有输。某种程度呢，还可以说自己还可以特别的强调说，在某些程度上面是赢的，是可以宣称，其实美国在面对中国是完全没有办法来做任何的打击，反而是必须要做出退让。那当然，川普我们一直都说川普就是交易型的外交哦，一边是交易，一边是电视这个剧本的写作者，又或者是说表演者。对，确实是实境秀啊，所以我们看到他的很多的想法，我们也说过了，他并没有边际的，对他来说并不是传统的政治人物，所以因此看待川普呢，老实说，我们看现在的中美互动，尤其我一直觉得从台湾的角度，我们看中美互动，虽然我们一直说中美之间很多的竞争，我们看到了很多表面上的戏剧的演出，可是你真的深究的话，真的要让台湾担心或者反思的是，为什么北京现在这么稳定的在面对川普的这个策略哦？为什么他们可以有这么强的战略定力？是不是真的底气非常的足？我想台湾在看中美的竞争，有的时候从不同的立场，常常会强调说美国赢了，或者是中国赢了。可是真的在这一次的交锋当中，我个人看到的是，北京面对川普的所有的，不管你说他表演，还是甚至有戏谑的说他在耍猴戏哦。北京现在对川普基本上真的就是看着他在演戏，做好准备，看着他在演戏，然后一步一步的打出牌，包括了接下来马上川习要进行的会谈，看起来呢，北京也在酝酿要在川习的会谈当中，在实际上的里子上要赢得多少东西。我觉得我们可以观察第二次的谈判。因为川普说要见习近平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从先前邀请他就职典礼啊，到后来美中关税战，一直讲要跟习近平见面啊，但看起来现在是真的有机会要见了吗？严老师？我觉得当然他必须要跟这个习近平见面了啊，因为他一直喊了那么久，到时候这个美国的民众或者全世界都觉得你是不是狼来了，根本就不可能会见面，连说打电话都被否认，这实在太丢脸，太尴尬了。所以现在就是其实就是你关税谈判到一个这个程度，我常常讲啊，就是说他一开头有讲说好像还没谈成他就要见面，那这个完全不符合谈判的一个基本的这个形式，都是从比较部长级的官员去谈，然后甚至是次长级的官员去谈那些细节。等到部长级谈的时候，差不多大的方向都谈妥了，那最后你总统国家元首要见面，那就是已经是同意签字或怎么样。所以川普一开头讲那些话，大概大陆真的是不需要去理他。那现在既然达成协议，那就表示是说不需要把习近平跟川普两个人摆在一起去，还
还在那边有争执，还在那边讨论说，哎，你这个怎么样，你怎么样？我想这就不会发生像至少有基本共识了。对，跟那个这个泽伦斯基这种讨论了啊，我觉得就不会，那应该这样就会有机会。但川普现在面临到美国的经济，你说穆迪把它再降平了以后啊，他们很不高兴。但这个就是你美国现在不只是穆迪，之前我们看到标准普尔也降过嘛啊，所以就表示是说你的美债的问题确实是一个大的问题。那过去美国两个党都是不负责任的党，为什么？两个党啊都要各自照顾他们的这个群众。那民主党呢，就是多发社会福利啊，但是呢，他愿意去征税。但是你这边花的更多，你征的税可能不足以补足。那共和党是更离谱了，共和党是说我要减税，那大家就说，请问你减税，那你也减一些社会福利的开支，但是你减税怎么可能会平衡预算？那共和党当时从雷根开始就有这种所谓的捐低理论，就是说我们让富人减税以后，他们就会投资更多，投资更多以后会创造出更多的工作机会，就会有更多的人来缴税，所以整个的这个饼做大了以后，其实我们有机会平衡预算。雷根80年代撒了这个谎。美国的预算那个赤字从来没有平衡过，然后到了90年代末期，反而是克林顿平衡过，然后小布希再打2个仗以后又没有，越来越糟糕。所以你今天标准穆迪做出这样的判断，你不能马上就说他是这个好像是代表是一个川普的反对势力才会做这样的批评。我觉得这个白宫也不需要讲话。过去大家对这种企业界也好，或者对这种评估的，你就是看了一个数字，你就说我们得到了警惕，大概就这样子可以了啊。那我特别要讲一下稀土啊，就是稀土今天说老实话是一个非常污染的东西。那你美国难道不应该感谢别的国家愿意在污染的情况之下提炼这些稀土，让你的高科技可以用？反而去谴责会认为有问题。那按照我的，如果说按照刚才蔡将军讲的，过去美国喜欢脏，环保很重要，稀土其实和环保是冲突的啊。然后呢，还有讲人权很重要。你美国会不会讲说这些里头这个工人的人权也没有问题？现在我需要的东西都没有问题。那过去你看他在非洲谴责什么？谴责血钻石，对不对？但是我自己做非洲研究，我就会跟我的学生讲，我说你们很多女生说我以后结婚一定要确定老公送我的钻石不是来自于血钻石战区的。我说那你先把你手机丢掉，我们手机里头好多的这个金属都是来自于刚果的这个战区的，那你要不要丢？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不要唱高调。我觉得美国这一次他们军人也承认你是需要大陆的稀土，那以后就不要强调说大陆又是破坏环境又是什么人权的议题了。川普在乎环境永续，在乎人权嘛？他当然不在乎，大家都有共识，他早就不是过去美国的主张了。例如人权，刚好我们要谈的就是移民的话题。川普的重要政策就是讲移民嘛，结果厉害了哦。这个是我看到待会儿有一个这个要做实境秀，在讲移民的部分，这是一个最新消息，所以我们制作单位先把它给放出来。美国返还了流失近80年的中国国宝，有2卷子弹。这个1946年子弹库珀书非法流到美国就被抢走了。那么这一次呢，因为返还的过程呢，总算让中国国家的文物局对国立亚洲艺术保存的这个子弹库珀书无形令攻守战启动了追索，随着终于回到了中国大陆。这也是100年的中国的国耻似乎在这些不断的行动里头，证明了中国国力已经不如当年，不像当年。现在川普还欺负得了吗？我们来看看川普对于他的疯狂，刚刚讲的人权你看看川普政府要做一个实境秀，他还是没有办法忘记实境秀的美好吗？毕竟他是从这里串起的嘛。美国国土安全部考虑制作电视实境秀，干嘛？让移民在这个节目上一较高下，赢家就可以取得美国公民身份。大家可以想象吗？这就好像是饥饿游戏还是韩国版的鱿鱼游戏呢？那只要这些移民参加各种比赛，参加美国历史你知道吗？川普有多伟大之类的这些题目，如果你答得出来的话，输家他说不会被面临驱逐出境
这是问号哈。那赢了呢，你就可以取得美国公民，把这个美国公民移民当成这样在戏耍，是一个游戏哦。所以你说川普在乎人权吗？那或者是说数百万人的粮食，在 USAID 被川普大砍一刀，所有预算删除之后，现在根据所有的报道说，援助官员提供的文件。物资在仓库里头看到这堆堆烂掉的这些9800万美元价值的各种物资跟食物啊、食用油啊等等的哦，可以让100万人食用3个月的，现在很多要过期了，烂掉了，7月就有一批先要焚毁了，这可以是加萨人口使用1个半月的物资，但因为川普说要冻结所有的援助，就变成烂掉的粮食废土。准备要被烧掉了，川普又在说大话啊！除了这飞机上去发文批评 Taylor 什么什么，再来讲我们自己有多厉害。他说欧洲要不是我，你们没有今天。听听他的谈话。Everybody was celebrating but us, and we're the ones that won the war. We won the war, and they helped. But without us, they don't win the war. We're all speaking German. You know that, right? Without us, they're speaking German, maybe a little Japanese too.这个我忍不住想到台湾，因为他说 everybody 大家都在庆祝欧洲胜利哈，包括台湾嘛，所以才会 AIT 不派代表参加吗？听懂了吗？川普说欧战2战的胜利是我美国打赢的，要不然你们欧洲人现在说的是德语，所以你们在庆祝的我不承认。包括美国驻北非的大使啊，北约的大使啊，他所透露的，美国将跟欧洲商讨削减驻欧美军的计划，我帮你们保护安全，搞了半天，你们配合我的关税政策，谈得不开心，准备要删减在驻欧的军队吗？不再单方面要承担欧洲的安全。欧洲如果完全不靠美军的话，会怎么样呢？要花25年，外带30兆的经费。根据伦敦智库的研究，预估的这1兆美元，大概新台币30兆左右，还有装备的采购啦，2260亿到3440亿美元之间，还有人员啊、维修啊，所以川普杀手锏来了，到底欧盟会怎么做？那当然，美欧重启的贸易谈判呢，川普关税说要威胁几个月来本来都沉寂啦，互相有一些对抗啊，现在说有望为双边经贸带来转机吗？那我们看到的画面是有这辆这个运输船。是全球最大的装载数量，可以载9500辆车的这样的车位出发了。这次有2艘装载了7000辆车辆的制造车子从上海出发到欧洲去。欧洲看到这个讯息是什么？也就是说，过去欧洲跟美国站队谴责和抵抗中国大陆的汽车的销售，现在呢，车子往哪里去？欧洲啊！美国这样子跟欧洲跟全世界对抗的结果，例如比亚迪即将。由王传福董事长宣布要在欧洲的布达佩斯建立总部研发中心，投资金额有多少？1000亿福林，大概2.48亿欧元呢所以接下来可以创造就业机会，当然也就是表示欧中之间的贸易将更为顺畅。不过意大利不这么想啦，意大利这位总理梅洛尼仍然说，欧盟呢只靠电动车推绿色转型呢不行，会让中国获利，因为现在中国大陆的电动车是由中国控制，因为它的技术实在太强了，所以打不过它，那恐怕要政策上去限制才可以嘛。现在欧洲看起来只有意大利或者是英国迎合美国的需要政策了吗？澳洲的变化让大家觉得不可思议这个国际局势之间的变化很奥妙。澳洲部长居然这样说，大选落定了之后，他说贸易部长公开表示会抵制川普政府各种关税的压力，拒绝在贸易问题里面联合对中施压，因为他讲对澳洲而言，对中贸易比美国贸易重要10倍，我们不想减少跟中国往来。过去帮忙美国站边以至于被限制的龙虾啦、红酒可能都回去了吧。中国跟加拿大也被人家说是出人意外跨山管道的石油买卖，成为最大的买家。大概平均加拿大每天会向中国出口有20.7万桶的原油包括卑诗省在加拿大这个省他说要寻求中国的海外商机预计也要派出经济代表出访亚洲，只去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居然没有去澳洲这个省，他们觉得很可惜让他感
没到中国啊，让他感到很失望啊。我们觉得在5到10年之内可以找到这样中国的重要经济伙伴是非常重要的。加拿大跟中国的关系将不再一样，这个是亚伯达省长所说的。所以在这一波关税战里面，美中在世界的关系产生了剧烈的变化。将军，你想想，川普拿关税当武器，这个武器要怎么样使人家害怕呢？他讲：“你欧盟啊，我把美军撤回来。”这个让北约就很惨了。北约眼看着乌克兰战争泽连斯基的失利，俄罗斯的扩军，所以整个北约就觉得，川普要欧盟的关税谈判的时候就取得优势了。你今天不答应我的关税，我把这军队撤回来。为什么北约会感觉到害怕？早在川普上台之前就讲了，他是一个不主张军事扩张的人，因为他所谓的 Great Again 呢，就是让美国的经济能够复苏，能够站起来，就是要钱，所以拿出来跟人家谈关税的时候，就附带这些要钱的压力。日本，你的美国驻军的这个费用你要给我涨3倍，对不对？韩国也是一样，欧盟也是一样。那这就跟抢钱、跟勒索差不多嘛。我是黑道老大，我保护费你要给，你不给我就不保护了。所以他的问题就是抢钱，就是要拿这些钱来解决他制造业的不振啊，其他的这个农产品外销不出去，他外债的这个问题都是要钱来解决。他又给富人减税，你想想你哪来的钱？所以他对钱的饥渴程度是超过你想象，所以他什么狂话都讲得出来哦。这么多年你驻军在欧洲，维持了欧洲的稳定，你说撤就撤吗？其实是作为关税的武器。你跟我达不成我满意的关税的话，我就撤军，这是标准的敲诈勒索的手段嘛。所以这个问题啊，因为你这样做，中国就可以趁虚而入啊。你们欧洲不是跟着美国一起反中吗？抗中吗？现在生意到你门前，你要不要赚？我告诉你，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跟钱说不要的。所以你看澳洲就反水了。澳洲因为发现跟中国大陆做生意蛮有赚的，比较划算。对呀、德国说你美国给我这种关税，我国家不要活了，我是汽车工业啊，对不对？最近你看日本那个汽车要裁员几百万人呢，为什么？他比不过 Toyota 的油电混合啊，对不对？那个另外一个品牌的就没有油电混合，他就没办法生存嘛。所以川普的关税包含政治的压力、军事的压力啊，保护费的压力，来获得他不法所得。那最近为什么要去拜访中东呢？就是解决美债的问题嘛，对不对？你想想，以色列要 F-35B 干嘛？他有这么强大的对手吗？他标准的就是那种有钱的富翁的女人买包包一样嘛，买来武器，他又没有卖预警机给他，也没卖链路给他，也没卖防空飞弹给他，你不成套的嘛？你比印度差不多吧？你买这些昂贵的干嘛？这就是间接的讨好美国嘛。那美国拿个大骗子说，哎，我们搞个5000亿的这个 AI 的这个矽谷，在你这个，因为卡达、阿联酋、沙特都是手上一大把钞票，要赶快要投资，不投资他油总有一天卖完嘛。所以川普这一骗他就上当嘛，一拍即合。我在想，沙烏地，你买那些高端武器干什么？当年我们就派过飞行员、派地勤人员帮你修飞机、帮你开飞机、帮你打仗。这3个国家的人啊，既不能打仗，也不当公务员的，都是靠外劳在替他办，就是靠这个祖宗留的他的石油了，这很不争气的。所以问题就看，如果苏联聪明的话，就跟北约讲，跟欧盟讲，我不会打你，我们缔结合约。那你美国就没有完头了，你拿什么东西吓人呢？对不对？这石破茂的态度就很清楚啊，你跟我谈关税可以，你不能跟我谈军队保护费，
这是两码事。后面一句话没说出来，你不保护就算了，你撤回去吧。因为俄罗斯也没有说要打日本啊，中国也没有说他们要侵略日本嘛，只是个钓鱼台的问题嘛，谈判就可以解决嘛。所以这个美国这种 bluff 的游戏啊，玩到现在已经差不多了。刚刚将军讲到的日产汽车哦，这个财政亏损嘛，所以会有1400亿的亏损，以至于全球要裁员2万人呐，对啊，没有几百万人哈。好，翁老师，我们来看看川普哈，他的各种行为是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做不到的。如果再把移民政策，现在在国内当然引起了很多的讨论。他当初宣布要把多少移民给赶出去的，现在用所谓的实境秀。国土安全部，那这个部长也很像明星一样，一天到晚戴名表，很把自己当明星包装。这样的做法，对于以人权立国的美国来讲，是一个什么样的讽刺的景象？我觉得你刚刚讲到人权立国，首先川普必须要也跟你想的一样是人权立国啊，他想的是这样吗？他看见的美国所谓的美国再次伟大，他的定义跟大家想象的是一样的吗？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多多了解川普，要强调要知美。不管是从中国大陆还是从台湾看哦，常常都会把美国想象成大概有一个价值，包括我们在讲的人权立国。可是我们看川普所作所为，他并没有这些考虑哦，而且这么创意无限嘛。我曾经说过，川普现在面对的美国，他所采取的步骤基本上就是简单粗暴而且有效。什么是有效呢？选举的时候当然是要选票，他选赢了之后呢，有效什么呢？有效让股市可以上涨，让民调指的是他的保守党的选民哦，他根本不在乎你 CNN 怎么骂他，他根本不在乎民主党的进步派的人如何的骂他，他在乎的就是我的选民，我的金主是不是能够满意，开心嗨起来。但是为什么我说有效呢？如果我们看最新的，就是他在中东逛了这一圈，看完甩头舞之后，美国最新的民调，罗斯姆森当然跟共和党是比较好的，最新的民调他是52%的支持，48%的不满意。换句话说，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反转，而且另外的 RMG 也是这样，也是做出来类似的。支持度已经超过不满意度，这么快的时间，会不会也是跟美中谈判出现的契机有关系？美中谈判契机已经让它上升了，在美中谈判出现谈判之前，最低它降到平均39，然后美中谈判之后到44，最新的这个周末就是战机护航之后，我们一直在强调嘛，川普要的是他的支持者，还有一般美国选民可能不太关注政治的普罗大众，他们看见的是什么？他们看见的是，美国真的伟大了，我的总统终于被人家重视了。他跑到沙烏地阿拉伯，其实这么大阵仗就是为了做这场秀，而他非常清楚的知道这场秀，民主党还是不会喜欢的，甚至民主党还会批评，可是他根本不在乎批评。这是为什么我们要特别强调说川普会觉得他自己赢麻了，这不代表我们支持川普，我们是要强调这个现象在美国，要了解现在的美国有这么多人被川普的秀可以深深吸引，他的收视率是很高的。这个新的概念上台之后，你想想看，他跑去南非找一些白人回来说是难民，他找一些南非的白人回来说是难民，特别大阵仗的作秀，你就想一想这些南非的移民在参加这个秀，从这个有这个签证一下子就变成公民了，他就可以展现给美国，对啊，他就是秀给大家看美国梦，他就是一场秀啊，真的是不可思议的。所谓的美国，刚刚严老师在讲啊，人权治国啊，然后在欧洲国家来讲，本来的欧美同盟的关系啊，现在全部打掉重讲了。我想第一个就是说，今天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乌克兰战争，然后为什么欧洲国家会觉得有普丁的威胁啊？就是你当初如果今天是梅克尔执政的时候，大概东欧的包括乌克兰在内，就不会想到说要跟俄罗斯想要加入北约，想要加入欧盟，因为欧洲的国家非常愿意，就是说看到就是当年的北约没有东扩到俄罗斯的边境，除了波罗的海3小国之外，可是呢，美国在后面鼓励过啊，之前是鼓励过乔治亚，乔治亚离欧洲多远？那时候2008年的时候，乔治亚也搞一个颜色革，也是希望加入北约，结果被俄罗斯军队就进去了。你要不要给俄罗斯一点安全感？好，那这一个呢，就是说我认为是美国引发让俄罗斯不安全，结果威胁到欧洲。那现在如果今天你把这个彻底的原因检讨一下，是美国造成的。如果今天欧洲把美国的因素排除，其实不见得。我个人是认为
不见得俄罗斯会跟欧洲一定会造成什么样的军事威胁啊，所以这个是不过我也觉得说，川普讲这句话说如果没有美国，欧洲现在在说德语，大概还不至于。不过我听他讲这句话，我就觉得他好像读过孔子的《论语》啊，说唯管仲，无其批伐，左任夷啊，他好像有这个感觉。那确实啊，就是说美军在1次大战是取得了一个决定性的，让这个英法的这一边至少没有输掉啊。那最后是签了一个这个停火的协议。那2次大战彻底就是让这个希特勒算是打败了。那不管你说可能是前苏联的这个牵制更威胁更对这个最后的这个纳粹的落败可能更因素更重要，但无论如何是美国有参战，所以美国长期以来就一直认为说，今天欧洲绝对老早就变成红的了要是没有这个美国的在内，那可是这个你搞久了之后，欧洲人在2次大战之后，其实也找到一套和平共存的方式。那你现在要强迫他们做这些，我觉得是非常的难。那同样就是在澳洲也是一样我特别提一下，澳洲跟大陆过去曾经卖过很多的能源还有原物料到大洲，西澳政府那个时候还为这个减税，叫做 Chinese Tax Cut， 就是因为卖得太好了，所以老百姓可以不需要缴这么多税。所以你觉得大陆今天就像当年美国一样，就是我的购买力就可以让我达到我的政治外交的影响力。